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世界变化是不是快得让人有点心慌？确实有这种感觉。特别是你看，像亿万富翁投资人瑞达利欧，就是管着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那位大佬啊，他甚至警告说，我们可能正走向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期。对，尤其点名了美国和英国，这听起来挺吓人的。他到底看到什么了？是的，他不是随便说的。达利欧这个人，他研究历史周期很多年了。他那个基金就是要看宏观大趋势的嘛。他有个很有名的观点，就是那个公式：痛苦加上反思等于进步。痛苦 plus 反思 equals 进步。对，他觉得理解这些历史里反复出现的模式，非常关键。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深入聊聊达流最近一些访谈内容，他到底认为哪些所谓大力量在塑造我们的世界？是的，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可能的变化，他给了我们普通人什么建议？我们怎么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好，达利欧他总结了大概有5种关键的力量。他说这些力量共同塑造了历史的大周期，差不多80年一个轮回。5种力量，80年周期，哪5种？第一个是货币与债务，这个好理解对吧？国家印钱借债，这会直接影响财富分配，还有大家的机会。这个确实感受很深，但有问题，不光是国家层面，个人也是。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内部冲突，这个跟第一个关系很紧，就是说贫富差距拉大了，价值观不一样了，社会内部就容易对立撕裂。就像现在很多地方看到的，左派右派吵得不可开交。没错，甚至可能影响到大家对整个体制的信任。第3种力量，第3种，地缘政治，简单说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竞争啊，冲突啊，贸易战、科技战这些。对，这些都算。然后第4个是自然力量，这个现在大家体会最深的就是气候变化了吧？极端天气什么的确实越来越多了。是的。第5种力量有点不一样，是人类的创造力，特别是新技术。这个是驱动变化的。对，达利欧特别看重这个。他说，谁能在科技，比如人工智能这种颠覆性技术上领先，谁就可能主导下一轮的世界秩序。哇，所以这5种力量是互相影响的。没错，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你看，债务高了，力量1，国内矛盾就可能加剧，力量2，然后国际关系紧张，力量3，可能就得在科技，力量5和国防上花更多钱。这反过来又可能加重债务，力量1。是个复杂的系统。他担心美国和英国就是因为看到这起鼓励堂同时指向一个比较紧张的方向。对，他认为这些国家目前在这几个方面都面临挺大的挑战。面对这么宏大的图景，感觉有点吓人呢。我们普通人能怎么办？是不是只能干着急？这恰恰是达利欧后面强调的重点，说与其为宏观大事焦虑，不如把精力放在你能掌控的个人策略上。他有什么具体的建议？他提了好几点。第一，理解你自己的生命周期。他说人生就像一场探险，有不同阶段，学习期、奋斗期、传承期，这种。对，就是这个意思。弄清楚你现在在哪一站，你的重心和目标就该不一样。这个视角挺有意思的，让人主动去思考。那第2点呢？认识你自己的偏性，就是你得了解自己，你是喜欢稳定还是喜欢冒险？你看重细节还是大局？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偏好。对，没有好坏，关键是找到适合你的那条路，别跟自己拧巴。别拧巴，这个说的实在。第3点，保持灵活性，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在财务上和地域上。财务灵活性好理解，地域灵活性是指，就是说在全球变化的时候，固定资产，比如某个地方的房子，可能不如流动的资金，或者说随时能去其他地方生活工作的能力那么重要。这个观点挺颠覆的，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容易做到。是的，但他认为这种可移动性的价值在未来会上升。好，我记下了。那第4个策略是什么？听说这个是他的核心理念。他叫它超级现实主义 hyperrealism。
核心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个公式：痛苦 plus 反思等于进步。怎么实践呢？用是要你极度客观地看待现实，特别是失败和错误。他还建议把你做决策时的想法、理由都记下来，做决策日记，差不多。然后事后复盘，看哪里做对了，哪里错了，不断调整你的原则。哇，这个听起来非常有用，但真的需要极强的自律和诚实。是的，最后一点，第5点是保持绝对的开放心态，去追求真相。就是要愿意听不同的意见，主动去找那些比你聪明的人，或者跟你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人聊，让他们挑战你，批评你的想法。这就是他说的创意择优 idea meritocracy， 让最好的想法胜出。没错，这就要求你既要坦诚，也要有勇气接受批评。明白了。所以总结一下，达利欧认为宏观周期虽然强大，我们个人可能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理解周期，了解自己，保持灵活，拥抱现实，还有开放心态，这么一套组合拳吧。一套组合拳，来提高我们在任何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成功的概率。都是这个意思。而且他强调，最终的目标不光是赚钱，更重要的是要有意义的工作，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有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感，这才是穿越周期的关键。说得真好，有意义的工作、关系和幸福感。那么回到现实，达利欧也提到了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对吧？他说这个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颠覆。对，他提到了像律师、会计，甚至一些医疗诊断工作，未来都可能被 AI 部分取代，甚至完全取代。好的，那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了。结合我们今天聊的达利欧关于世界周期5大力量的分析，还有他给出的那些个人策略，再想想你，就是正在听的你现在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人生目标，这些会对你的未来规划产生什么影响？你觉得你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或者说加强准备？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深入想一想。